万万没想到，美国这次降息竟然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底牌。要知道，金融市场从来都是讲究预期管理的。你让投资人觉得你胸有成竹，市场就会配合你。可一旦你的动作让人觉得你左右摇摆，缺乏方向感，那么资本立马就会反手把你当成韭菜收割。而美联储在这次操作里，就活生生演了一出自毁信用的戏码。还记得前理事凯文·沃什在2024年9月说过的那句话吗？美联储的框架没有固定，他们似乎在追求互相矛盾的目标。当时很多人还觉得是刻薄的批评，可到了2025年8月的杰克逊霍尔年会，这句话简直像预言一样被印证得彻底。他们的口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一会儿强调通胀风险，一会儿又说要保障就业韧性，一边嘴上说谨慎，一边却又暗示可能在9月降息。说白了，美联储自己都没想好路往哪走，却硬要装出一副掌控全局的样子。问题是，鱼和熊掌怎么可能兼得？通胀还没彻底压下去，就想着刺激经济，结果就是两头都得罪，最后把自己逼到墙角。鲍威尔的演讲里有一句货币政策没有预设路径，听起来好像很灵活，但其实就是一句推脱的话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现在说降息，万一数据又反弹，我可以改口；我说不降息，万一市场崩了，我也能回头。表面是留余地，实际上是没担当。真正的高手像格林斯潘、伯南克，他们的政策虽然有调整，但大方向清晰，要么通胀优先，要么就业优先。而鲍威尔呢，就像在走钢丝，一边想讨好资本市场，一边又怕被历史骂名钉在柱子上。他这种摇摆带来的不是稳定，而是更大的不确定性。市场怕的不是坏消息，而是模糊。因为模糊意味着你随时可能变脸，那投资人、企业家怎么敢放心下注？说到这里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美联储这几年的操作失误。2020至2021年疫情时期，美国大放水，巨量美元冲向市场。结果呢？全球资产价格集体狂飙，黄金暴涨，原油疯涨，美股大哀齐飞。新能源汽车、光伏、医药股一波又一波像打了鸡血。房地产也一样，上海、深圳的房价甚至一度比肩纽约和香港。这种疯狂状态本来就是透支未来的后果。那时候，英国央行已经提前加息，想给经济降温。而美国呢？鲍威尔坚持通胀暂时论，坚信只要供应链恢复，物价就会自然回落。他甚至说，通胀会在2022年2、3季度回到 2% 的目标。可现实却狠狠扇了他一耳光。2022年，美国通胀飙到 9.1%， 创下40年来的新高。这不是突发，而是必然。因为你前期放水太狠，等于把火药堆满仓库，一点火星就炸。更糟的是，他后知后觉，开始暴力加息。加息的速度和力度都堪称历史罕见。结果就是直接戳破泡沫，把市场从过热直接打入冰窟。股市暴跌，大宗商品掉头，很多人前一天还在纸上富贵，第二天就血本无归。光伏、医药股的投资者，至今还有大批人被套，几年都翻不了身。房地产也跟着崩，高位接盘的家庭失去了首付，甚至一辈子的积蓄。换句话说，美联储一会儿大放水，一会儿暴力加息，把全球经济完成了过山车。有人笑说，他们好像一只手拿着火柴，一只手拿着灭火器，不断往市场里试探。结果呢？火越烧越大，水也越泼越多，最后把整个市场搞得又湿又乱。要不是2023至2024年科技领域的突破，恐怕全球经济早就深陷泥潭。美国的 ChatGPT， 中国的 DeepSeek，
这些 AI 突破算是硬生生拉起了新一轮科技浪潮，资本市场才有了喘息的机会，才没让衰退的阴霾彻底压垮一切。可是问题来了，科技突破能天天有吗？ ChatGPT 这种级别的产品10年才等来一次， DeepSeek 也是赶上了历史的窗口期，你还能指望未来再有一次恰到好处的救命稻草吗？显然不能。所以到了2025年，鲍威尔再次说货币政策没有预设路径，这不是灵活，而是空虚。他不敢给市场清晰的信号，不敢承担方向性的责任。全球都在担心2022年的灾难会不会重演。更扎心的是，美国的基本面其实已经岌岌可危。你可能会问，降息不是利好吗？为什么我说背后藏着危机？很简单，这次降息不是他们战略性提前布局，而是被逼出来的。先看就业，美国近3个月月均新增就业只有 3.5 万人，和2024年平均 16.8 万比，直接砍掉了80%。非农就业人数更是一路下滑，从2021年的90多万到现在只有7万出头。这说明什么？劳动力市场撑不住了，失业率也从 3.6% 爬到 4.2%。别小看这 0.6 个百分点，每提升 0.1%， 背后就是几十万人失业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就是房贷还不上，消费缩手缩脚。再看制造业 PMI， 表面上升到 53.3， 看似繁荣，但仔细拆分会发现，新增订单大部分来自政府采购，企业自主投资却在萎缩。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正在靠政府输血硬撑，而不是市场自发增长。更要命的是债务问题。截至2025年，美国国债高达37万亿美元，平均到每个美国公民头上就是 10.9 万美元的债务。更可怕的是，利息支出已经变成联邦预算的第3大开支。2024财年，美国光付利息就花了 1.1 万亿美元，比军费还多。而且政府平均债务利率还在升，从2023年的 2.97% 涨到2024年的 3.32%。如果未来继续维持 4% 以上的利率，2025年的利息支出可能突破 1.3 万亿美元。你想想，这种利息负担就像一个人欠了巨额高利贷，每个月光还利息都要掏掉1半工资，日子能好过吗？债务压顶之外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在发生诡异的扭曲。表面上看，美国人不是最爱买房吗？可现在，二手房和新房市场却陷入了僵局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人在2020年放水时期锁定的都是低利率房贷 2%、3% 这种看上去像福利一样的利率，很多人压根就不想卖房。但你要知道，如果他们今天卖了房再去买新房，利率就是 6%、7%， 一来一回，每个月的月供直接翻倍。换句话说，卖了就等于自找麻烦。所以市场上没人愿意动。结果新房卖不动，开发商库存堆积，二手房没人卖，市场流动性冻结，就像2条铁轨对着硬生生卡死，既不前进也不后退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种局面不是正常调整，而是一种畸形状态。房市本应是经济的温度计，但现在彻底失灵了。背后传递的信号其实很危险，美国人对未来收入没有信心，不敢冒险负债。不仅房市冻结，信贷市场也在恶化。纽约联储的数据揭露了触目惊心的一幕，
美国有超过560万借款人已经被标记为学生贷款违约。想想看，学生贷款本该是年轻人投资未来的通道，但现在却成了压在他们肩膀上的沉重枷锁。更糟糕的是，整体信贷违约率从去年的 0.7% 飙升到 8%， 重回疫情前的高位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普通家庭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，先刷信用卡，再拖欠贷款，最后干脆赖账。别小看这些微观数据，它们往往是危机的前兆。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美国的次贷违约率也是悄悄上升，然后才引爆整个系统。现在的情况何尝不是另一个埋伏？再说 GDP， 2025年上半年，美国的 GDP 增速只有 1.2%， 远低于2024年的 2.5%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，而是意味着经济的发动机开始熄火。消费一直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动力，可如今这辆马车明显拖不动了。7月零售数据环比只涨 0.5%， 比6月的 0.9% 腰斩，同比增长也从 4.4% 降到 3.9%， 为今年的次低水平。对美国这样以消费为本的国家来说，这就像心脏跳动开始减弱。就连特斯拉这样的明星企业都遭遇了滑铁卢。2025年2季度，特斯拉营收 224.96 亿美元，同比下跌 12%， 净利润只有 11.72 亿美元，同比大跌 20.7%。这说明连中产都不敢随便买车了。试想，当汽车这种耐用品卖不动，说明消费信心已经坍塌。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一种系统性脆弱，高债务、房市冻结、消费走弱、就业疲软，这些问题单独看都还能勉强忍，但叠加在一起，就像一个玻璃杯上裂了好几道缝，随时可能碎裂。而美联储的降息并不是提前布局，而是被市场一步步逼到角落里，只能低头。资本市场早就嗅到了这种无力，长期国债价格一路上涨，就是投资人迫不及待地锁定高息，等着未来美联储不得不降息时转手套利。这种现象等于告诉全世界，美联储的下一步已经被市场拿捏住了。很多人说，美国降息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元会完蛋，人民币要崛起？事实远没那么简单。首先，美元的地位不是一天建立的，而是几十年全球信任的积累。只要美元还是全球主要结算货币，只要美国的金融市场依然最稳定，资金就会流向那里。更何况，这次降息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彻底崩溃，而是为了争取政策空间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在主动调节节奏，而不是被市场彻底打趴。这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连续降息完全不同。当时是亡羊补牢，现在则是预留弹性，区别非常大。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？很多人一听美国降息，就觉得中国的楼市要起飞了，房价要暴涨。其实这是一种被套怕了的幻想。你想啊，美国降息，全球资本确实会寻找新出路。但资本不是慈善家，他不会来给你高位接盘。如果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足够的吸引力，那这些资金宁愿去印度、去越南，甚至去欧洲，都不会轻易流进中国楼市。更何况，中国过去10几年已经习惯了托底，市场缺乏真正的出清。换句话说，很多风险没有释放，还埋在地底下。如果这时候强行拖高房价，只会让泡沫更大。所以别幻想美国降息等于中国楼市牛市，这逻辑太天真了。再说美元本身，很多人觉得美元一降息就会大跌，可是市场往往是买预期，卖事实。在降息之前，美元已经因为预期下跌了一波，等真的降息落地，反而可能短期反弹。
就像币圈的山寨币行情，大哥比特币复苏时，那些原本就有实力的币会暴涨，但绝大多数弱币要么小涨，要么根本不涨。美元也是一样，短期波动不代表长期趋势。真正的关键在于，美联储现在重新获得了政策弹性。一旦市场预期他们可能继续加息，即便没真的动手，别的经济体就可能提前崩盘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所以对普通人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去猜美联储下一步动作，而是保护好自己。不要看汇率，能换美元就持续换，把钱分散在海外账户里。这不是为了炒汇，而是为了抗风险。房产别再幻想暴涨，谁要高价买房，你就赶紧卖给他。美股、比特币这类长期资产最好持续投资，不论涨跌，因为它们至少代表了长期趋势，而不是短期波动。一句话，别再为美联储的失误买单。很多人低估了美元潮汐的威力。什么叫潮汐？就是当美国加息时，资金像潮水一样流回美国，而当美国降息时，资金又会像退潮一样流向全球。这个逻辑几十年来都没变过。问题在于，每一轮潮汐背后，美国都会想办法让自己获益最多，别人往往只是被动接受。这次也一样，美联储降息看似是在释放流动性，实际上是在换姿势。他们知道利率已经顶不住了，再往上加会把自己企业压垮，但他们不想显得被迫，所以选择主动降息，用没有预设路径来制造迷雾，好让全球资本摸不清他们的底牌。可资本市场不是傻子，聪明钱早就开始布局，拼命买长期国债，锁定高息，等未来美联储继续降息再高价倒手，等于把美联储耍得团团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国现在的政策空间被市场拿捏住了。你别看鲍威尔还在装镇定，他其实是在被资本反向利用。那么中国在这场潮汐里该怎么做？很多人幻想美国降息等于资金回流中国，等于楼市暴涨，这完全是错觉。你得明白，资本永远逐利，他不会因为你喊几句口号就来送钱，他看的是你的基本面、你的制度优势、你的投资回报率。问题是，中国过去10多年，每次经济要出清，政府就上猛药拖住，结果短期稳了，但长期风险越来越大。很多行业靠补贴活着，僵尸企业越来越多，资产价格虚高。这就像一个病人，每次发烧都靠退烧药压下去，却从来没真正治病。久而久之，病灶越来越严重，最后药也没用了。如果这次美国真的连续降息，而中国又没释放足够的吸引力，那资金宁愿去印度、越南、墨西哥，也不会去中国，那才是真正的危险。因为你错过了一个全球性的水流机会。再说普通人的陷阱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经济焦虑的时候，越多人变得盲目？比如，有人一听美国降息，就立马觉得房价要暴涨，赶紧冲进去买房；有人觉得美元要崩，人民币要升值，于是把所有美元都换成人民币；有人听信小道消息，把钱梭哈进某个所谓的救市概念股，结果往往是套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问题只盯着单点，不看全局。降息不等于连续降息，美元走弱不等于美元崩溃，资本回流不等于必然流向中国，市场反弹不等于牛市开启。金融市场最怕的不是坏消息，而是你带着情绪做决策。一旦被恐惧和贪婪支配，90%会掉坑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做？我给几个简单直接的建议。第1，不要盯着汇率，能换美元就持续换，一点点换，哪怕是小额。别想着投机，
而是当成分散风险的保险。第二，海外账户很重要。开一张海外卡，把部分资金放出去，这笔钱不是用来炒汇，而是用来万一，它能帮你抵御最极端的风险。第三，美股要持续投资，不管涨跌，你只要拉长时间，买的是美国的制度和科技创新。过去几十年，无论多少次危机，美股长期回报率始终跑赢绝大多数资产。第四，比特币可以适当配置，它是全球共识的产物，短期波动剧烈，但长期就是数字黄金。最关键的是，它不依赖任何国家的央行。第五，房产不要幻想，谁要高价买你的房子，就果断卖。不要心软，别幻想下一个10年还能像上一个10年那样躺赚。回头再看美联储，有人说鲍威尔是太慢先生，每次都慢半拍。其实他不是慢，而是犹豫。他想要面面俱到，结果谁都没讨好。2021年他犹豫着不加息，结果通胀失控。2022年他又激进加息，结果市场雪崩。2025年他说没有预设路径，结果资本市场直接拿捏住他。这就像一个司机，上坡不敢踩油门，下坡又死踩刹车，最后车毁人亡。历史不会记住他的小心翼翼，只会记住他的犹豫带来的灾难。说到底，美国经济现在走在钢丝上，就业市场在恶化，债务像定时炸弹，消费在走弱，房市冻结，信贷违约攀升。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，风险比任何一次都更高。降息本该是提振经济的手段，但在这种局面下更像是权宜之计。它能换来一时喘息，却换不来长久安稳。所以我才说，别被表面的利好迷惑。美国的降息是一种被动选择，而不是主动出击。它意味着经济已经开始衰退的前奏。给普通人最后一句忠告：别幻想政策会救你，别指望央行会替你兜底。历史一次次证明，央行拯救的是系统，不是个人。个人能做的只有提前看清趋势，守住自己的安全边界。金融的世界最怕的不是风暴，而是你以为风暴不会来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